张凌赫与周柯宇同框不同场，气场之争的隐秘较量。在当下流量与实力并行的演艺圈中，同框早已不只是视觉的碰撞，更是气场的较量，风格的博弈。2025年秋季时装周的一场品牌走秀中，张凌赫与周柯宇罕见同台，两位风格迥异的年轻艺人，以截然不同的肢体语言与情绪表达，在短短几分钟的台步中，演绎出属于各自的独特张力。有人说，这是力量与优雅的对决，也有人认为是理性与感性的并置。而当两人的舞台表现、视觉效果与节目人格被放置在同一镜头下，那种细微却强烈的差异更值得细细品味。动作表现、舞台掌控力与节奏感的博弈。张凌赫的舞台存在感从来不是靠炒出来的，而是靠一种稳健的控制与身体语言的爆发力。当他踏上舞台的那一刻，步伐干净利落，节奏精准，动作之间的过渡顺滑自然。他对空间感的把握几乎像是经过精密编程的计算，每一步都带着目的性。尤其是在本次走秀中加入的后空翻环节那一瞬间，场下闪光灯如瀑，观众惊呼连连。这种自信并非夸张的表演欲，而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信念感。张凌赫从不依赖刻意的表情管理，而是在行动中体现气场。他的身体语言简洁但锋利，像一把利剑，切开了舞台的空气。每一次眼神对准观众席的转移，都像是在宣告：我掌控着这个空间。双引号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柯宇的柔光式登场。周柯宇的动作没有凌厉的线条，而是流动的节奏。他的步伐略慢，但每一个抬脚、转身、低头的动作都带有温度。那是一种轻描淡写的表演感，更接近舞蹈与时尚的融合。他的肩线始终保持平衡，手臂微曲的弧度恰到好处，透露出一种经过训练的优雅，并不张扬，却自有气度。他不是要征服舞台，而是要与舞台共呼吸。他的存在更像一阵风，让人感觉顺，而不是冲。当镜头拉近，周柯宇的神情轻松，嘴角微扬，仿佛整个走秀过程是他与观众的一次对话，而非一场竞技。两者的差异恰恰构成了硬与柔的完美对照。张凌赫用力量掌控舞台，而周柯宇用细腻塑造空间。前者如同烈火，燃烧舞台的每一寸，后者似水流，渗透在每一处光影的缝隙中。这种对比也让他们的同框画面拥有了极强的视觉张力。视觉效果，力量与优雅的视觉对峙。在镜头下的气场差从来不只是身高的问题。张凌赫拥有约190厘米的身高优势，这让他在任何群像中都极具辨识度。挺拔的身形，宽阔的肩背比例，再加上天生带有的少年冷峻感，使他自带时尚大片感。无论是简洁剪裁的西装，还是前卫设计的解构风服饰，他都能驾驭出一种力量中的克制。走秀现场，他一身黑色金线刺绣外套，在聚光灯下光影交错，冷峻气息扑面而来。镜头捕捉到他下颚紧绷的瞬间，那种强烈的控制欲与自信感几乎能穿透屏幕。对他而言，舞台是竞技场，他用姿态占据视觉焦点，用身形创造张力。而周柯宇的视觉风格走的是完全相反的路线。若说张凌赫像是雕刻出的男性线条之美，那么周柯宇更像是一幅水墨画。他的骨架没有张凌赫那样宽阔，却更显修长。纤细的腰线与柔和的面部比例，使他在视觉上自带轻盈感。此次走秀中，他选择了白金配色的套装，柔和的光泽在他举手投足间流动，如同静水之下的光影波动。他不需要压场，因为他会融场。在张凌赫的刚强之下，周柯宇用优雅去平衡气场，使得画面不至于失衡，反而更显层次感。
他们同框的那一刻，就像是力量与温柔的并置画面，一个坚实如雕塑，一个温润似玉。这种视觉反差也让网友戏称，一个是雕刻艺术，一个是文学插图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这正是双人走秀最令人着迷的地方，两种气质相斥，却又在冲突中达成视觉平衡。节目表现逻辑派与情绪派的性格互补。如果说走秀展示的是形，那么综艺节目开始推理吧，简称开推展示的，则是魂。在这档以智力博弈与情绪互动为核心的推理综艺中，两人的差异再次被放大。张凌赫的逻辑性与周柯宇的情感力形成了极有趣的反差互补。张凌赫在节目中展现出的是理工男式的冷静思维，他的分析总是条理分明，逻辑清晰。每当出现线索，他会迅速建立推理模型，将复杂情节拆解成清晰的时间线。观众甚至笑称他是人形 Excel， 冷静、精准，不带情绪。然而，这种高智商型选手的气质并非冰冷无趣。当他集中思考时的微皱眉头，或是推理成功后的微微一笑，反而成为节目中的名场面。他的克制感本身就带着一种独特的魅力。相比之下，周柯宇则是高情商型选手。他擅长用幽默与语言连接团队，能在紧张气氛中适时缓解压力。面对复杂案件时，他不会一味追求逻辑的绝对正确，而是通过观察他人的反应、语气与情绪，捕捉隐藏的线索。他更像是一位情绪侦探，用感受代替数据，用直觉驱动判断。在游戏环节中，张凌赫负责思考，周柯宇负责调节，一个是冷静的指挥官，一个是温柔的社交家。两者的互动往往火花四溅。当张凌赫冷冷地分析线索时，周柯宇一句玩笑就能让全场笑出声。这种理性与感性的碰撞，使节目在智力博弈之外，多了一份人情温度。正如网友评价，张凌赫像一道逻辑题，周柯宇像一首诗。前者让人佩服，后者让人喜欢。而两者同框时，既是推理的双重视角，也是人格的互补体现。气场的底色、成长路径与性格根源。若要追溯两人气质的差异，或许还要从他们的成长与经历谈起。张凌赫理工背景出身，大学主修工程专业，这种理性基因贯穿在他的一举一动中。无论是拍戏还是综艺，他都更注重结构与逻辑。他喜欢有章可循的事物，这让他在舞台上显得坚毅、果断，不易受干扰。他是那种即便全场灯光失误，也能按照既定节奏走完全场的人。这种强大的自我掌控力是他气场的根基。而周柯宇自练习生出道，从音乐与表演一路走来，更擅长感受与表达。他的舞台不是演算出来的，而是情绪驱动的。他在意氛围、感受、观众反馈，因此他的气场具有亲和力与流动性。如果说张凌赫是控制舞台的人，周柯宇就是融入舞台的人。一个是以己之力压制环境，一个是顺势而为，让舞台为己所用。两人走到同一个舞台，并非竞争，而是一种象征。这是当代偶像形象的两种极端理性派与感性派的共生，一个代表当代年轻人对自律、自信的向往，另一个代表对温柔、松弛的追求。结语：同框非较量，而是共鸣。当镜头捕捉到张凌赫与周柯宇并肩走向舞台尽头的那一刻，观众看到的不只是风格的差异，更是两种审美的共存。张凌赫以锋利的线条雕刻力量，周柯宇以柔和的气息塑造温度。他们不是互相掩盖，而是在对方的存在中照见了自己的另一面。正如一位时尚评论人所说，真正的气场不是压过别人，而是让不同的光同时存在。张凌赫与周柯宇正是在这种光与影的交错中，
让人看见了当代青年艺人气质的多样性。力量可以温柔、优雅，也能坚定，他们共同构成了这一代舞台上的双生符号。